他原以为合租的会是照片里的美女，毕竟按照照片来看应该是个温柔的女生，结果出人意料，实际上房东是左边的那位长发男士。因为他们作息时间完全不同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从未见过面。只有小猫知道这一切，小猫总在他们之间穿梭，像在弥补时差。这一天，志浩精心装扮去参加公司聚会，他的小狗像平常一样帮他占了旁边的座位。同事们都笑称他们暧昧3年都还没进一步，女同事却表示他更像弟弟，说他不是他的类型，这让他感觉很没面子。他半开玩笑说，再这样说我可要开始追你了。饭后他们在走廊聊天，气氛渐渐变得暧昧。志浩紧张地找借口出去透透气，心里还沉浸在即将被表白的快乐中。这时旁边观看球赛的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作为一个铁杆足球迷，志浩立刻投入到球赛中，那个男人也开始和他分享赛事。突然一声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志浩顺着声音望去，是他的同事，他看起来很害羞。旁边的男人误以为他是他的女朋友，但当他再次回头，却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有女朋友了。这时手机里传来阿森纳赢球的欢呼声，但他已经失去了表白的机会。志浩假装若无其事地回到酒桌告别，然后心不在焉地走向公交站台。不巧又遇到了那位看球的男人，那男人为了避免尴尬，迅速转身离开，但志浩还是叫住了他。男人说他除了上班就不出门，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这让志浩的尴尬感稍微缓解了一些，想到以后可能30年都不会再见面，他从未谈过恋爱，竟然直接抱住那男人亲了上去。直到他坐公交车离开，志浩一路上都在为自己刚才的勇气得意，留那男人一个人愣在那里，心里乱成一团。志浩回到了合租屋，生活还是老样子，做家务照顾宠物。每天他和房东错开时间，早出晚归，他们像是命中注定的邻居。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末，他们居然在电梯里遇到了。志浩尴尬到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等那男人先走出电梯，志浩急忙按下电梯门关闭键，蹲在电梯里，心里百感交集，想来想去还是家里最安全。志浩一路狂奔回家，关上门，却发现房东姐姐也在家，他一瞬间慌了。志浩赶紧找理由离开。这时房东姐姐打来电话，电话一接，才知道那男人原来是合租室友，他们都误会对方的职业了。志浩尴尬地解释说，那只是一时冲动，以为再也不会见面才那么做的。那男人却说那是突然袭击，说完就回房间锁上了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志浩接到了电话，是个同事晋升为导演，邀请他当编剧。尽管相处有些尴尬，但为了弟弟的房子月供，志浩只能奋力工作。当思维枯竭时，志浩通过做家务寻找灵感，很快家里每个角落都亮晶晶的，新剧本也顺利完成了。他发现连地砖缝都被重新美化了，厨房干净的仿佛全新的一样，玻璃窗也擦得闪闪发光。他立刻记录下志浩的表现，数据显示志浩创了合租史上的新高，分4.7。只是志浩是女生这点让他觉得有些风险。志浩解释说那只是一时冲动，并没有掺杂任何感情因素，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志浩幸运的没有被赶走，两人还能下班后一起喝啤酒看球赛。可好景不长，有一天他妈妈突然来访，当他知道志浩只是个室友而不是女朋友时，他气急败坏，差点晕过去。志浩无奈只好搬到工作室去了。那工作室又小又不舒服，更糟糕的是他的剧本被别的编剧改得面目全非。志浩争辩却没有被理解，反而收到了如果不道歉就会被开除的威胁短信。这时候导演突然闯进来，一脸酒气地指责他固执己见，甚至趁酒发骚。原本打算给闺蜜木木打电话，听到弟弟和妻子打情骂俏的笑声后，他停下了脚步，只好一个人走在昏暗的隧道里。那是一个黑暗且看不到尽头的隧道，就像他的人生一样。不知不觉来到了合租房楼下，正好遇到正在散步的房东。他们又开始一边喝啤酒一边看球赛，但这次是男人主动开口，他的世界观被志浩彻底震撼了。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，那男人让他不要在意，装作什么都没听到就行。紧接着就是一声响亮的锁门声，浩感到了极大的侮辱，随手设定了早上5点的闹钟。他打算坐第二天一大早的首班车离开。男人一大早被闹钟吵醒，气愤地打电话投诉，但物业说今天没有装修活动。男人挂断了电话，径直朝志浩的房间走去，勇敢地推开了房门。只见一位女士正酣睡中，竟然能睡出装修现场的感觉。他看了看手机，本说好他起床我就离开。男人说完这句便去上班了。只有猫咪不介意这轰鸣的鼾声，他一直陪着直到闹钟响，以为已经是早上5点了，感叹这短短2小时睡得太舒服了。看到困惑的猫咪，他也很纳闷。这时男人下班回家了，志浩赶紧解释说他正要赶早班车离开。
男人却问他不是最后一趟车吗？志浩突然感到不安，昨晚还说要和我结婚，现在又让我晚点走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对一个几乎没怎么睡的人这样无礼，只睡了2小时的人这么对待真的好吗？志浩尴尬地低下了头，偏偏这时肚子饿得直叫。男人体贴地邀请他一起吃泡面，还特意给他大碗的。男人对志浩的思维感到困惑，严肃地解释，这不是故意刁难你，只是因为你胃口好，提结婚是因为你最合适，你会做家务还帮忙喂猫，而我正好需要一个每月交房租的室友。他不理解怎么房子成了结婚的理由，他又一次拒绝了结婚的提议。为了快点攒够搬家合租房的钱，志浩和编剧冰释前嫌一起行动，他们去找导演讨论剧本，没想到碰到了也来的男同事。他说自己喝多了，一时冲动想把骚扰自己的事抹掉，导演和编剧也说原谅他了，还劝志浩应该宽容些。志浩受不了这种潜规则，最后决定辞职。和那男人告别后，志浩开始了回老家的路程，看着满是划痕的行李箱，感觉就像看到自己这些年的伤痕。正当他感叹自己一无所有时，那男人出现了，原来是来送他遗落的剧本。看着那男人渐行渐远，忽然想起了结婚的提议，弟弟兴奋跑去告诉爸妈。餐桌上那男人成了焦点，被全家人围观，紧张的他不敢动筷子，只能喝水。看着那男人，想起志浩的嘱咐，第一杯酒要一口干，他便仰头一饮而尽。老丈人满意的开始提问，那男人回答的无懈可击。看着父亲兴奋的滔滔不绝，志浩觉得这氛围足够传递一个重磅消息。重磅消息即将来袭，母亲意识到那男人就是合租室友，父亲却完全不能相信。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责骂，大骂她是败坏家风的不孝女，威胁要剃她的头发并关起来。那男人上前试图解释，但解释的越发让情况复杂化。看着暴怒的父亲准备动手，情急之下志浩猛踹那男人的腿。当志浩掏出手机显示某条信息，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学过的应对岳父的策略。回到首尔的他一路上都沉默寡言。志浩解释说，如果不下跪肯定没戏。幸好父亲最后还是答应了婚事，但令他耿耿于怀的是，谁说做到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。第一次去男方家，志浩紧张的手足无措，幸运的是对方母亲非常和蔼，这让他稍微放松了一些。正当他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男方的父亲也好相处，但到了吃饭时，志浩更是紧张。父子关系不好，吃饭时谁也不说话。突然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结婚，志浩感慨地说，有饭吃有地方睡真好，还因此房租少了50块。细则觉得这样他和猫都得救了，不用再忍受相亲和垃圾分类的压力，只用50块换来的这种解脱真是无价。他们还一致决定不办婚礼，双方家庭也因为经济紧张而同意了。然而到了双方父母见面的那天，志浩的母亲始终面带不悦，亲家母夸他女儿温柔贤惠，说她不像现在的孩子。他直接放下筷子，整桌人都尴尬的面面相觑。志浩也弄不清母亲为何这样，他出去透了透气回来，竟听到母亲喝醉后坚持要办婚礼，心里埋怨他搅乱了原计划，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。回家后父亲更是怒斥不停，一直没有话语权的母亲这次终于大声反驳父亲。全家人突然看向弟弟，说，妈妈你和姐姐长得真像。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一个母亲的心，她不想让女儿承担自己的未来。世浩显然也不懂，就在前几天参加亲戚的婚礼，你还说婚礼又吵又花钱，干嘛还要办呢？现实已经磨平了世浩的锋芒，但妈妈希望他的人生不仅如此，至少要保留对梦想的热爱。西野的升学考试又是另一回事，爸爸不该私下答应，办婚礼只是为了显摆儿子养得好，儿媳不过是个名校毕业生而已。两人回到家后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不约而同提出要去。在前往婚礼的公交车上，男人问是否需要准备手帕，志浩忍不住嘲笑说，假结婚有啥好哭的，反正我又不爱哭。但看到母亲偷偷给女婿的信，立刻泪流满面。在婚礼现场，世熙找不到新娘，开始四处寻找，只见志浩蹲在地上痛哭流涕。他下意识拿起那封信，低头看着哭泣的志浩，他慢慢蹲下来。志浩突然意识到，这场婚姻不仅仅是契约，至少他开始动心了。他挽着新郎的手慢慢走向婚礼现场，虽然是为了一套房子，但也带着满心的希望结婚。在婚礼后台，母亲找新郎谈话，世熙趁机回应信中的请求，坦白自己眼中志浩聪明且坚强，是个坚强的人，写作也好，结婚也罢，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只要我们还是夫妻，我们就会默默支持，不会干涉。虽然不是承诺永远幸福的那种话，但母亲坚信女儿找对了人。躲在一旁的志浩被感动得深深的。婚礼结束后，双方父母陆续告别，
弟媳拉着志浩夸姐夫帅极了，志浩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骄傲。等公车时，忍不住一直盯着世熙。结婚的第一天，新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，丈夫却没什么反应。志浩感觉心都要掉进谷底了。但当丈夫提议一起吃时，志浩马上又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兴奋地看着他品尝自己做的菜。男人夸奖好吃，志浩乐开了花。志浩兴奋地和闺蜜分享这一刻，分享和丈夫第一次共进早餐的快乐。闺蜜却打趣地问新郎什么时候最帅。志浩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喜欢上了假丈夫，羞涩的表情逗得闺蜜哈哈大笑。志浩尴尬地提早离开去找兼职工作，但因为年纪大被多次拒绝，直到经过一家缺人的咖啡馆，店长直接让他帮忙找一个叫湖南的。志浩以为湖南是条狗，他开始在巷子的每个角落寻找，甚至连垃圾堆都没放过。一个帅哥走上前来搭讪，志浩解释自己在找一家咖啡馆，还有一只叫湖南的狗。那男人笑着拿出手机让志浩留下联系方式，说找到了就联系他。男人离开后，志浩这才反应过来，当他返回咖啡馆时，店长告诉我福南已经回来了，只是让我留下简历，然后回家等消息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志浩被丈夫的上司热情地邀请去了公司，但丈夫看起来对他到来并不高兴。虽然同事们围着志浩热情地打招呼，他却冷着一张脸，完全不领情。尽管如此，志浩还是感到很高兴，她觉得能接丈夫下班，一起回家是件幸福的事。但丈夫的脸依然冷漠，直到他们回到家，志浩抢先抱起了家里的猫咪，这让男人的脸色更难看了。志浩沉浸在幸福中自言自语，而丈夫却始终沉默不语。当他再次询问时，男人直接告诉他这样不行，未经允许给猫取名让他感到不舒服，未经同意去公司也是一样。他还强调以后他们之间不能超过房东和房客的关系。志浩没想到自己的真心竟然被如此无情地打碎，原来男人的我们并不包含爱情。志浩扔掉了给猫咪买的项圈，第二天只为自己准备了早餐，还把男人手里的餐具收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志浩刚打开的心再次被封锁。男人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起身离开。正在这时，志浩的手机响了，他原以为老板说的是找一只狗，毕竟谁会叫福南呢？肯定不是人名。他没想到那位真正的福南竟是眼前这位帅气的男士。志浩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位小奶狗就径直走过来做了个摸头杀。志浩心想，如果这样还不行，我就辞职。志浩这样就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。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帮忙。福南调皮地给他戴上头盔，送完这趟外卖就告诉你原因。两人送餐时从车上下来，恰好被志浩的丈夫看到了。志浩一脸惊讶地说，虽然我没有男朋友，但我已经有丈夫了。志浩觉得自己有点心动，不知道丈夫正和同事们一起目睹了这一幕。晚上回家，丈夫闷闷不乐，他说白天看到他坐别人的摩托。志浩立刻想到是福南，立刻兴奋地和他调情。丈夫冷冷地打断他，你跟他太亲近了。志浩叫住了要走的丈夫，以为丈夫在关心自己，却又失望地泼灭了希望。第二天上班路上，志浩想邀请他去喝咖啡，突然想起他说过不要超越租客关系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下车时碰到了福南，志浩的心情顿时晴朗。丈夫在旁边看着他们，心情复杂。在餐厅里，福南注意到志浩的头发老是掉，他温柔地拿出头绳帮志浩扎起来。志浩不确定这是调情还是恶作剧。闺蜜听说后说要过来教训他，但一见到福南就迷上了，简直快要流口水了。午餐后，丈夫带同事来休息，因为还房贷，只给大家点了咖啡。福南大方地送上了免费糕点，开玩笑说房东真可怜，这让他特别不高兴。他用程序员那套逻辑理论回击，福南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。同事们都看出福南对志浩有意思，也注意到他一直在嫉妒。下班时，他拒绝了同事的顺风车，只为能和志浩一起坐公交回家。但当他赶到车站时，发现志浩根本没在等车。等他走到楼下，正好看到福南离开，新婚的妻子被小奶狗缠着，而他却只是静静的旁观。回家处理工作邮件时，他在社交软件黑名单里看到了小奶狗，被举报的理由是跟踪骚扰。他看到妻子抱着小奶狗看书，他让志浩第二天别去上班，请假带猫去看兽医。志浩满脸困惑，但还是答应了，毕竟这是男人第一次这么主动。他给志浩卡让他打车，志浩为了省钱选择坐公交。看着他温柔地抚摸猫咪，志浩心里有点难受，觉得自己不如一只猫。他却不知道男人是故意支开他，实际是和同事一起去店里查福南。他们在店里确实发现了可疑的工具，福南解释说那是工作必须的。离开咖啡店时，同事聊到湖南的摩托价值1个北京房，
这话让他大吃一惊，决定撤退。正当他打算离开，却被同事无意中绊倒，直接向摩托车摔去。关键时刻，他迅速回收胳膊，身体180度急转，用尽全力向旁边跳，总算避开了摩托车。这后视镜竟值我1个月的工资。男人刚松口气，却又遇到新的危机，差点撞上摩托车。想到2048年的房贷，立刻爆发出所有潜力。幸好摩托车无恙，但人已经不行了。医生问起受伤的原因，听说是为了避开摩托车，结果摔成这样。志浩表示无法理解。男人觉得治疗费用至少比修摩托车便宜很多。他借机劝志浩辞掉咖啡店的工作。志浩以为他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气呼呼地说要避免假扮夫妻，但这份工作不容易找，辞职可没那么简单。男人没多解释，也没提扶南的事，只想默默处理，让志浩安心工作。同事调查后发现，嫌犯昨晚又绑架了一名少女，至今未被捕。男人担心地打电话给志浩，叫他早点回家看球赛，强调要坐公交回。但扶南又找到志浩，触动了志浩的痛点。志浩毫不犹豫骑上摩托，同时男人接到电话，警方确定犯罪工具是扳手。他急匆匆往公交站赶，只见志浩丢下的手机。在山顶的此刻，扶南得知志浩嫁给他的真因，只因为是他无人可替，外人无权也不能替代。扶南冷冷一笑，掏出包里的扳手，面露凶相向志浩走去。突然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。难道是契约丈夫来救我了？世熙挣脱了扶南的阻拦，一脚踢飞了那昂贵的后视镜，利用扶南心疼摩托的机会，世熙慢慢走向志浩。志浩在这一刻相信了爱情，让世熙牵着手离开山顶，走了2小时的山路，直到回家都没松开手。晚上一起看阿森纳赢球，约定合约期内不再涉险。第二天又一起坐公交去上班，看到新闻里绑架犯被抓，两人都为湖南感到惋惜。回到公司后，世熙夸自己多理智，没动手，只是踢了车。同事们都惊呆了，然后拿出真凶的照片，解释是用扶南的头像注册的账号，还发了帅气的照片，用来约会并实施犯罪。其实扶南只是个普通市民，他们只好去了咖啡店，看到扶南一脸困惑，明明应该在监狱的人，却在这里吃面包。他匆匆跑到社长旁边，轻声说扶南是个跟踪狂，然后就要拿手机报警。真相大白后，两人都慌了。原来扶南知道他们假夫妻的事，是在公交上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在婚礼上当服务员时又确认了他们的合约关系。两人终于弄清了整个事情，但我还是好奇为什么要带着扳手。扶南随手拿起一瓶啤酒，假装是为了开瓶盖。幸好扶南并没有让世熙付所有的费用，只是赔了一个全新的后视镜，这样志浩可以继续在咖啡店工作。志浩因此对世熙更加倾心，只要在他身边就快乐得像个孩子。睡前还在闺蜜群里聊天，炫耀自己找到了真命天子。然而他口中的天子这时正在翻找一个装满杂物的箱子，箱子里竟然有一张写着他和另一个女人名字的结婚证。婆婆也不敲门，直接输密码闯了进来，完全不在乎新婚夫妇的尴尬。男人问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他说自己儿子的家想来就来，然后转头让志浩去收拾菜。男人想帮忙，他却立刻阻止。蔡琳看着志浩，笑着把菜整理好。坐下后，婆婆端来了水果，套路的味儿喜不喜欢吃，实际上是在暗示她给大家削苹果。削苹果这事儿，男人做的有点生疏，婆婆马上抢过来，只好无奈的接过去。这时闺蜜发来了催促的信息，男人打圆场让她快点出门，不能错过重要的约会。婆婆这才依依不舍的让她走。然而不到1个小时，志浩就接到婆婆的电话，让她去家里准备祭祀用的食物。志浩一进门，婆婆就递过来一条围裙。一听婆婆叫自己女儿志浩，开心的问应该做些什么，婆婆就把所有事都扔给她。志浩就这样一直站着忙活，腰酸脖子痛，连休息都没空。姑姑一家却在那儿悠闲的坐着，水果刚吃完，他们就找忙碌的志浩要更多。婆婆口头夸赞志浩，却把所有活计都丢给他姑姑，还叫他煎完饼接着去擦瓷器，根本不让他喘口气。好在他的男人很关心他，特地回来帮忙，连祭祀后的碗筷都抢着要去洗。志浩总算感受到了一点安慰，但婆婆却显得不太高兴。姑姑也说男人不应该待在厨房。最后这些家务还是落在了志浩头上。回家的路上，男人责备志浩不该结婚，关键是还没事先说一声。志浩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了意义，可能他也患上了乖巧媳妇病。男人开始谈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说志浩只是想得到认可。志浩对此哑口无言，只因为是爱的人的家人，才一心想要讨好他们。男人伤心的转身要回房间，志浩在身后叫住了他，
意识到男人并未真正理解他的心，志浩失望地看着那冰冷的信封，明白自己始终是唯一动心的人。他不过是个能保证房租的稳定房客，一个月收入稳定的房客，一个能维持他不结婚，同时又能打理家务的假妻。想到这些，志浩毅然决然地拨通了电话。他向来是个不缺勤的工作狂，却突然在工作日请了假。他沿着山路走过18个弯，在路上偏离导航5次，最终到达了泡菜基地。岳母看到首尔的女婿，惊讶的不行，大妈们纷纷打趣说这女婿既丑又帅。这时候老丈人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拉着世熙进房间喝米酒。幸好世熙还记得和妻子的约定，坚持要亲自去做泡菜。岳母及时出面打圆场，让世熙先去换身干活的衣服。下一秒，世熙穿着红裤子绿棉袄出现，还戴上塑料手套，帅气登场。但他没体验过腌100颗泡菜的场面，只能任由大妈们呼来喝去。好在丈母娘很疼爱女婿，安排他去洗白菜活轻松些，还贴心的示范了一遍。世熙看着似懂非懂，他先是轻轻的拍了拍白菜，然后捏了捏。旁边的大妈直接表示不满，怎么男人做事这么温柔呢？世熙没办法，只好使出浑身解数，趁机活动活动僵硬的腰，伸展一下酸痛的腿。大妈们却笑得更欢了，听到岳母帮自己说话，世熙心里美滋滋的，有了更多的干劲。但不一会儿就累得晕头转向，一不小心把接好的水泼掉了。他想坐下休息一下，弟媳递给他一个捣蒜的坛子，妻子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干活，使劲地凿，凿完还得继续去生柴火，累得坐下就能秒睡。可大妈们怎会轻易放过他，故意叫他过去拧白菜。旁边的老丈人都看傻了，这小伙子肯定有什么毛病。世熙机械地涂抹着腌料，感觉随时可能睡在白菜堆里。尽管丈母娘劝他休息，他还是要坚持完成剩下的工作。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。在一群大妈的调侃中完成了任务。接着大爷们接过了接力棒，他们灌酒时他不敢拒绝，一杯接一杯。老丈人还得意地给他续满，夸耀说女婿这么爱女儿，才会远道而来帮忙。好在小舅子机灵，从一场酒局中救了他。世熙坦言再喝一杯可能就要倒下了，没想到那个酒鬼大爷又来找他，他们只好逃到海边避酒。弟媳贴心地建议他去找志浩，然后再回来。然后小两口手拉手快乐地走了。世熙看着他们羡慕不已，在海边见到志浩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冲了过去。通过这次干活，世熙更理解志浩了。夕阳下海面波光粼粼，两个人打开了心扉。他终于不再压抑自己的心情。澄清公交车站的那次不是真吻，只是轻轻的一吻而已。志浩听了有点害羞，起身要走，但他继续解释。这一刻他要抛开过去，让内心自由地向志浩靠近。离开岳母家时，大爷追出来递上一杯酒，坚决说不喝完不能走。回首尔的路上，志浩回想刚才的热吻，心还在砰砰跳，感觉到恋爱的小细胞都活跃起来了。每次回房间离开他都特别不舍，都不想分开。睡前一直在手机里翻他的照片，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笑出来，一时冲动发了条消息给世熙，但很快就后悔问了那么傻的问题。女人婚后竟然爱上了自己的老公，手拉手的感觉都特别幸福。可是买完冰激凌后，他却松开了手，开始自顾自地谈起喜欢猫的原因。志浩根本听不进他在说什么，只想办法把手再拉回来。志浩随口说自己喜欢蜗牛，因为蜗牛天生就有自己的房子。直男老公觉得这种解释挺新鲜，却没注意到志浩的手在不安中摇摆。远处的摊位突然传来欢呼，男人看了就想试试，但志浩根本没心思玩。当男人再次握住他的手，志浩心里顿时涌出万般怨言。可男人的技术太差，飞镖一个都没打中气球。志浩看不下去了，尴尬地躲到一旁。谁知道男人突然信心满满，使劲一投，结果还是没中。看着志浩喜欢的蜗牛，平时很抠的他决定再投1万块。志浩不忍心看他再浪费钱，就抢先拿起飞镖，没想到全中，周围人都欢呼起来。看着迎来的半面空墙，男人觉得自己真是没用。成功拿到蜗牛后，男人把它递给志浩，还顺便塞进了自己送的礼物。志浩想把男人送的耳钉戴上给他看，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耳洞。路过的女士热心帮他戴上了，然后坐在男人刚才坐过的位置，一脸忧伤。看到志浩走来，女人解释说这个位置看星空最清晰。志浩不知怎的很是喜欢这位女士，他不知道她是老公的初恋，他们原本深爱彼此，因为男方父亲的反对而意外分手。从那以后，男人就关闭了心门，不再相信爱情。男人在房间里看着前女友留下的便条，告诉自己以后不要再爱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，甚至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。但见到志浩可爱的样子，
他又忍不住想要追求幸福，道过晚安后依依不舍，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出现在志浩的房间。志浩心中充满喜悦，今晚注定是个美好的夜晚。他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，但男人喝了壮胆酒后回到房间。第二天太阳高照，志浩还在呼呼大睡，男人悄悄地关上门，上网查怎么做一顿爱心早餐，迅速检查冰箱里的食材，切蔬菜撒调料，搅拌鸡蛋，帅气的翻炒，看起来美味的蛋包饭端上桌。过了好久，志浩被自己的打鼾声吵醒，发现枕边空无一人，这才想起昨晚的事。但看到爱心早餐时，志浩马上就笑开了花，用勺子切下一小块，满怀期待地塞进嘴里。虽然味道稍欠佳，心意却让志浩感到很幸福。上班时服男帝给他一张名片，是制片公司邀请他合作的。志浩回想起以前的伤害，痛心地把名片揉成团扔了，正巧被名片的主人看到，两人一眼就认出了彼此。志浩纠结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合作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志浩跟那男人讲述了这事。男人看到名片后明显震惊，想了想，还是劝志浩继续写，不希望他的梦想被婚姻束缚。志浩受鼓励去找代表签约，说他有个很想写的故事。代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你想写的正是我想拍的，果断又恰到好处的强势，让志浩更加欣赏他。但在签约前，志浩要求先解决之前的事。看着志浩紧张的样子，代表才说他其实在开玩笑。酒桌上两人你喝一杯我喝一杯，聊得非常愉快。志浩坦白自己还未赢得老公的心，也好奇代表为何单身。代表讲述了一段类似婚姻的恋情，从校园情侣到同居生活。孩子出生后本想结婚，父母却不同意，孩子出了问题，所以愤怒地分手了。交心之后，两人更加亲近，开心地喝道。深夜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志浩决定去路边的厕所。出来时看到老公来接，开心极了。但下一秒，代表和老公就愣在那儿对视。志浩立刻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。如果再遇到前男友，你还会再爱他吗？代表愣了一秒，尴尬地笑了笑。那天送你回家，偶然遇到了志浩，那天我才知道你的契约丈夫就是那个差点和你结婚的前男友。志浩淡然一笑，人心不是可以强求的，他愿意等到释放过去，等到他因为爱走向我。代表对志浩的洞察力感到震惊，回想起分手时的情景，曾因为受伤而诅咒自己的感情，以为自己永远不配去爱，那12年的痛苦历历在目，仿佛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羡慕志浩早已悟透这一道理。司机报告说志浩的起诉案进展不顺，原来是世熙得知后把那个猥琐男狠狠揍了一顿。代表难以置信世熙会动手，但也明白他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。代表刚回到办公室，世熙便找来了，告诉他不要让过去的爱恨影响到志浩的写作生涯，因为曾经答应过岳母一定会支持志浩的编剧梦。临走前，代表问那男人有没有向志浩表白，他说自己从没这么做过，但我喜欢你我爱你这种话必须从心底说出来，才能触动别人的心。那男人陷入了沉思，回家后翻出前女友留下的便条，那份在心底12年的诅咒，遇到志浩后已经慢慢淡去。他找出志浩曾经丢弃的项圈，给猫咪戴上准备表白，但志浩似乎心事重重，并没有察觉到他的举动。两人同时说出各自有话要说，他让志浩先开口。他注视着猫咪脖子上的项圈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心意已经表达了。他舍不得摘下那个项圈，突然想起初因父母反对而错过的事，爱人因此悔恨了12年，鼓起勇气来到志浩家门前，听到志浩因自己而哭泣，一瞬间他害怕的退缩了。男人忍不住自己的泪水，脱下外套整齐的叠放，接着是毛衣也叠得整整齐齐，然后缓缓解开衬衫的纽扣。在好深沉的睡梦中，男人陷入深思。这一刻虽然痛苦，却必须分开，只愿未来为了爱能与你再聚。婆婆对此完全不能理解。志浩觉得离婚很抱歉，但在他心中，重要的不是婚姻的形式，而是爱情本身。正是因为爱得越来越深，他不愿成为治愈伤痛的垫脚石，也不想成为家庭纠纷的调停者，只希望因爱走向婚姻。回家后，志浩和男人做了最后的道别，两人一起撕毁了结婚证书。志浩感到一丝失落，整理行李准备离开。男人看着手中的礼物，欲言又止，最终决定将它藏起来。他们握手道别，祝他未来光明。目送志浩推门而去，男人试图找回往日的平静，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不自觉来到志浩的房间，发现那个人早已刻在心中，挥散不去。看着猫咪脖子上的项圈，回忆涌上心头，男人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每个回忆都在提醒他失去了什么。离婚后才意识到对妻子的深爱，回想他曾在餐桌上大快朵颐，
他坐在客厅喝啤酒看球赛，那些曾经的瞬间如今已远去。男人无法承受这撕裂的思念，无法在没有志浩的家中独居，于是决定通过中介卖掉房子，用那所珍贵的房子纪念逝去的爱。同时，志浩坦言自己已离婚。妈妈虽震惊，但没多说什么。妈妈用经验告诉志浩，人生大多是平淡无奇的，只要珍惜彼此的美好回忆，那些瞬间足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。志浩领会了妈妈的话，正是为了那些闪光时刻，他才选择离婚。看着弟弟在产房外忙碌，却在生活中找到了支撑，志浩重新理解了婚姻的意义。人生像场球赛，前半场可能是契约，后半场他希望追求真爱。中场休息时，他决定和失恋的朋友放松一下，然后搬进青年旅社享受生活。每当回忆涌上心头，思念变得难以抑制，志浩觉得该回到那个人身边了。于是他学会了做蛋糕，把所有心意都融入蛋糕之中。他还特地带上了男人养的小猫。志浩带着蛋糕来到石溪的家，没想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男人。这时他才知道石溪已经卖了房子，他打了很多电话都无人接听。志浩失魂落魄，回到了闺蜜的乌塔房住下。本以为今天会是两人正式交往的第一天，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告白对象的联系。看着男人记录的关于他们的日子，志浩发现那些想要制造的闪耀时刻其实已经真实存在了。那个男人到底去了哪里？这时闺蜜打来了电话，那个失踪的爱人神奇的出现了。男人一时间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，缓过神来，他询问对方这段时间去了哪里。男人气得快疯了，他们避开了不愉快的场景。转眼间夜幕降临，男人试图撒娇，直到志浩说想吃晚饭，两人在露台上举杯庆祝他们交往的第一天。男人请求成为志浩的法律监护人，承诺永远守护他，并保证不让家庭问题影响他们的关系，一起寻找最舒适的相处方式。志浩欣然同意。男人重新振作，回到公司上班，公司同事都感到非常震惊。但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转眼间他们注册结婚3年，并重新签订了婚约。房子是两人共同名下的，任何关于房子的决定都需要双方同意。传统节日他们各自回家过，不再为祭祀和做泡菜感到困扰。虽然这违背了传统，但这是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相处方式。即使被视为古怪的夫妻，他们依然按自己的方式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。